在视频开始之前，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买手机小屏旗舰对你来说会有特殊的信仰加成吗？比如说买手机优先考虑小屏机型，小屏机型上存在的缺点相对于大屏更容易被接受，有的可以打个1，没有的可以打个2，可以先走一波弹幕。说起这2年安卓阵营的小屏旗舰，其实分屏呢都不咋地比如说魅族18、小米12，虽然说手感都挺好，但是因为888/8+1比较拉垮，再加上小尺寸机身呢比较难塞入大电池以及更好的散热堆料，性能、续航、发热、游戏方面的表现都不太行。所以在小米12S 发布之前上半年安卓阵营里面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小屏机型，反而是终端的小米12X。那么升级了处理器和相机之后，12S 的体验到底有多少进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如果你目前用的是220克左右的大屏机型，那么换上小米12S 之后，确实可以说是这手感真他喵爽。裸机实测重量是182克，厚度呢是8.6毫米虽然说不算薄，但是中框曲面过渡呢顺滑，再加上70毫米不到的宽度，单手隐隐可握，尤其是配合大米精选配件的小米12S 系列超薄 PP 手感壳，轻薄贴合，完美还原裸机手感。白色玻璃版本日常室内光线下整体呢偏银灰，并不是亮白色，防指纹效果呢还不错。当然，要是能选的话，大米个人呢还是会更喜欢纯正的白色后感。其他外围规格上，12S 其实和12X 差不多，有红外，有全功能 NFC。马达虽然说是 XO， 但是震感比较弱。指纹依然是短焦，位置比较靠下，随手解锁呢需要往下够一下。不过小尺寸机身体验呢勉强过得去，不会像大屏手机用短焦指纹，解锁的时候呢重心会明显不稳。只是解锁时嗡嗡的震动效果还是无法单独关闭就挺难受。扬声器效果中规中矩，并不是对称式。外放录制效果在视频结尾。12S 的屏幕依然是来自华星光电，6个区块平均分值亮度呢是870尼特，默认白底色温呢是7321K， 覆盖100% sRGB 色域，95.8%的 P3 色域，默认平均色彩偏值呢是3.8，标准模式是1.6。色彩亮度方面表现还不错，因为屏幕尺寸较小，Full HD+ 分辨率加类钻盘，显示精细度呢也没啥问题。缺点是屏幕可视角度差了些，小角度倾斜呢会局部偏蓝绿，大角度倾斜呢则是偏黄，而且低亮度下屏幕的麻布感呢也会相对明显。目前系统类 DT 调光和120Hz 高刷呢是无法并存的，反正这块屏幕放在4000档位来说，属于是中偏下的水平了。体验上不会说明显短板，但确实呢也谈不上好。高刷策略方面，默认倒数的智能刷新率、音乐类、视频类、地图类都会锁60Hz，手动调到120Hz模式之后，高刷策略呢和12S Pro 是一样的。B 站和优酷呢解锁了120Hz，其他视频类以及地图类都会锁到60Hz。这套高刷策略主要不爽的地方呢，还是大部分视频 App 依然是锁60Hz的。对于喜欢刷视频又喜欢看评论区的同学来说，割裂感呢会相对明显。我觉得既然高刷策略无法让所有用户满意倒不如像蓝厂那样，把应用是否高刷的选项交还给用户，有需要直接手动打开就行。经过这2年，大家也都知道了，手机的体验好坏，核心 SoC 是关键。对于小屏手机来说，因为受限于机身的尺寸、散热堆料等等处理器能效强弱直接决定好不好用。888/8+1这些功耗发热大户，他们有能力做好小屏机型的体验吗？没这个能力。更换骁龙8 Plus 之后，小米12S 日常的性能调度方面，相比12S Pro、12S Ultra 基本没啥区别。程序打开加载环节，中核大核呢最高频率分别是 2.57GHz 和 2.82GHz， 应用内大核最高频率呢会被限制到 2.24GHz。流畅度相比上半年的12呢进步是挺大的。中等强度下使用手机，机身呢也不会动不动发热变烫。当然，如果和大尺寸机身相比12S 日常的体感温度呢依然会稍高一丢丢。作为对比，我们也重新测试了下搭载骁龙870的小米12X 性能调度情况。冷启动应用12X 中核大核最高频率呢是 2.42GHz 加 2.46GHz， 相比870理论大核最高频率 3.2GHz 呢是降了不少的。当然，小屏机型要兼顾发热续航，适当限制大核频率呢其实也还能理解。但最新系统下，这个日常温控实属是有点离谱比如说应用内信息流中核大核频率会被限制到 1.86GHz 加 1.97GHz， 而像微博、淘宝这种稍微刷一会儿，机身呢只是微微温热，频率上限就会进一步限制到 1.47GHz 加 1.51GHz。讲真870的 CPU 满血性能释放放在2022年都不算强了，你限制到这么怂的频率，还能好好流畅吗？反正12X 的性能调度相比我们刚买到手机时测试呢要怂了不少，日常流畅度也要比12S 呢差许多。游戏方面，性能模式下12S Pro 王者荣耀90帧，平均呢是91帧，整机框呢是 3.3瓦，不过分辨率还是和小米12S Pro 一样，强制降到 900P。小米12X 目前测试下来，分辨率是没有降，但是无法开启极致画质档位，游戏后半段会强制锁到85帧。原神平均55.6帧，整机框呢是 5.2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左右。但属居势来看呢，12S 即便是开启 GPU 高质量，依然是强制降分辨率到 568P， 帧率波动呢也是相对比较大。小米12X 原神没有降分辨率，
正常720P 渲染，但是平均帧率呢只有41.5帧，游戏3分半开始锁40帧。300尼特5G 加 WiFi 亮度混合续航测试，12S 最终亮屏续航成绩呢是6小时17分，相比小米12、12X 都有进步。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续航成绩呢，横向对比其他机型，其实也有一定水分，因为12S 在王者吃鸡测试环节都一定程度上降了分辨率。有线67瓦充电速度方面，实测15分钟快充后充入电量呢是8.71瓦时，完整充满耗时是45分钟，短时间回血速度竟然要比12S Ultra 更快些。当然，这个67瓦其实也是残血版，要比 K50呢更慢些。相比其他小屏机型12S 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小尺寸机身上实现了50瓦的无线充电。毕竟现在3500档很多机型是不支持无线充电的。另外，在我们测试过程中也发现同样是67瓦，搭载澎湃 P1 和没有澎湃 P1 的快充也会有点区别。比如我们用小米最新的氮化镓67瓦充电头，12S Ultra 用3A 数据线时呢，可以激活到65瓦档位，线上功率呢大概是52瓦左右，走的是高压方案。而没有澎湃 P1 的12S 用3A 数据线，线上功率最高是25瓦左右。电压档位呢是8伏，需要更换6A 线呢才能达到56瓦左右的峰值功率。这点呢应该也和澎湃 P1 支持更多的降压转换模式有关。大家选购配件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一下。12S 的主摄是 IMX707加光学防抖，超广角呢是来自豪威的1300万小底传感器，还有一颗5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主要亮点呢还是主摄传感器升级加徕卡联名调教。和大杯、超大杯一样，12S 内置了徕卡生动、经典2种色彩模式。徕卡生动的色彩算法适合大多数场景的随手拍。徕卡经典呢色调偏冷，算法介入更少，有些场景风格相对更加突出，不过适用范围呢也要更窄一些，比如说拍摄一些实物或者说植物时，就不如生动模式来的好看。样张对比部分还是采用徕卡生动模式展开。从成像风格来看，X80呢是偏暖，12X在部分场景存在明显的白平衡偏绿问题。12S 的调试风格呢和12S Pro 接近，整体偏鲜亮，相比X80明暗关系呢相对更加突出，确实层次感要更强，而且放大看的话也没有X80那种明显锐化的塑料感。但是因为这一代依然是追求成像速度，在部分大光比场景里面呢，动态范围不如X80来的强，暗部细节沉腻度也要比X80弱一些。2倍模式X80得益于人像镜头，细节表现更好，但是观感上来说锐化痕迹比较明显。12S 的2倍因为没有采用主摄的高像素裁切模式，实际解析力呢是明显不如物理2倍长焦的。同样是2倍模式，在夜景拍摄环节，12S 相比12X算法上还是有明显进步的，但还是不如X80。接下来看一下夜景表现，12S 的夜宵算法触发阈值呢比较高，一般城市夜景即拍即得，拍摄体验不错。但是面对传感器更小的X80，细节和亮度呢依然是体现不出大底的优势。12X在这3台中表现最差，自动夜景算法呢还是做得不够完善。超广角方面，12S 和12X传感器一致，都是 OV13B10。12X部分场景呢依然会出现白平衡偏绿的问题。解析力方面，X80表现最好，12S 呢略好于12X，这里主要呢还是和12X、12S 超广角没有自动对焦有关系。超广角夜景环节，12S 相比12X提升明显，12X的整体画质最差，涂抹感呢也比较严重。从拍摄体验上来说，12S 更胜一筹，大多数场景下都是咔咔咔的快速拍摄、快速预览。X80很多夜景环节呢会出现2秒左右的快门等待，但也正因为如此，12S 相比X80在暗光场景没有体现出大的优势，跟 iPhone 每年升级主摄、缩短读秒时间的思路呢比较类似，用硬件提升换体验而不是画质。不过在2到3倍变焦场景，12S 靠主摄的1200万像素模式裁切呢是有些吃力的，超广角表现放在这个价位也很一般，所以说拍照这个环节，12S 虽然说相比12X有明显提升，但毕竟价格呢也是提升了一大截综合主长广3摄表现，12S 是不如售价更低的X80的。系统部分我们已经在上期视频和大家详细聊了。在12S 系列上，MIUI 总体的稳定性、流畅度表现的都不错。不过云服务方面，稳定版明明不支持微信自动备份，但描述里又写上了现在已经支持微信完整数据备份。桌面布局系统设置的自动云备份，触发条件呢比较苛刻。如果晚上没有充电的习惯，就很少会触发自动备份目前社区呢也有不少用户反馈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例。简单小结一波，虽然说12S 相比12、12X 看起来是没啥特别明显的升级，也就是换个处理器和主摄，其他方面没啥变化。但正因为是处理器从火龙8升级到了骁龙8 Plus， 它的综合体验是明显好于12，也要好于最新系统下的12X。比如说日常的性能调度、流畅度、续航、发热这些，火龙时代结束，小屏机型的核心体验终于是有保障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小屏旗舰必定呢也存在些妥协。就拿12S 来说在4000档位，屏幕是相对短板，相机的综合表现呢不如价格更低的X80，马达扬声器表现也是普普通通。骁龙8加放在小屏机型上，依然是无法解决高负载游戏体验不佳的问题。但综合来说它依然是现阶段你能够买到的体验最好的安卓小屏机了。其他呢，要么 SoC 不行，要么综合规格不如它全面均衡，尤其是很多机型呢是没有无线充电。
结合3999元的价格来说，我觉得可以等一波双11，再和雷总交个朋友。12S 呢，虽然说不会像12那样大幅降价，但目前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有点虚高的。而如果没有小屏方面的追求，现阶段3500档位 X80的综合产品力依然要更强一些。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小米12S 的全部体验了。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Are you okay? Hello, thank you very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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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you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for I? Okay, Indian me fans, do you like me fan? We will give everyone a pretty fan and me fans, do you like?